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尼。有一位朋友呢，在我的方格子文章里面留言问我，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我的意识是怎么转换的？这位朋友呢，他会想要问我这个问题，其实是想要帮助他意识未打开的朋友。其实这个情境我非常的了解，因为我自己也是有的，而且是现在还有，否则我为什么要开这个频道，对吧？如果呢，你也想要帮助你的朋友或家人意识觉醒的话，那么呢，今天我整理了一下关于意识是怎么打开的这个过程，也许你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一个说法。亲爱的灵魂家人朋友，你们好。在你们观看这一集之前，我想要告诉你们，这一集没有一个标准答案，这个是我自己在觉醒与意识逐步打开的一个过程跟经验。这只是我个人的历程，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。如果你们有不同的体验，也很欢迎在留言区分享，因为每一个故事都非常的有价值。那我想要先说清楚一件事情哦，就是灵性觉醒其实不等于意识完全的打开。意识要完全打开的话，那你可能就是开悟了，你直接就可以不用在地球玩了，直接把我频道关了都没有关系，你赶快离开地球吧。我真的是要大大的恭喜你，而且我要拜托你顺便也把我带走好吗？所以听到这里，你要先有一个理解，就是意识打开呢，它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它需要经过非常多的机缘，尤其我们是在这种三维世界里面，我们是被很多的声音啊，还有我们看到的东西所干扰的。好，所以要打开的话，可能要经历非常多的过程，可能还要经历很多的苦难跟挫折。我自己就是这样的。虽然呢，我是在2020年开始有一点灵性觉醒，而且我还当了快20年的基督徒，但是呢，当我意识整个大突破，却是这2年才开始的。那这些时间我都在探索，都在验证，都在证明呢我自己的想法到底是不是个幻觉。那我也拿自己当实验，看了一些书，甚至呢我成立这个频道也是为了实验我自己的人生。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，意识的打开不是一瞬间的顿悟，而是一层一层揭开的过程。而宇宙为什么要我们慢慢揭开这一些过程呢？是因为我们其实正在玩一场人生的游戏。当我们意识没有打开的时候，我们会以为人生只是一场生存之战。意识打开了之后，你会发现原来人生只是一场灵魂设计的体验游戏。当我们意识还没有打开的时候，我们很像就像一个被催眠的人一样，你只是被命运牵着走，你活着呢其实是不太有主控权的，因为你是用你的头脑在过生活，不是让一个更高的意识在带领你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呢，他越努力但是活得越累，因为他们在用一个有限的自己去对抗一个巨大的命运剧本，所以结果当然就是精疲力尽。所以你可以呢把人生当作一场游戏，这个游戏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要想起你是谁。那至于你是谁这件事情呢，因为有一点太长了，所以我下次再拍影片跟大家讲。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建议你可以先去看《与神对话》这一套书。好，这可以帮助你知道什么叫做想起自己是谁。简单的来说，我们其实就是神，我们就是神的一部分，我们只是由神分裂出来的一个个体而已。好，回到正题呢，在这一场回忆你到底是谁的游戏里面，宇宙呢会安排各式各样的关卡给你，比如说情关啊、钱关啊、自我价值观啊、人际关系的关卡。但是呢，它同样也给了你很多的道具，还给你一些金币使用。
那这一些道具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直觉、感受力啊、共识性、你的灵感或者是你的梦境，还有那个你内在不断想要觉醒的声音。而那一颗最重要的金币呢，名字就叫做相信。但是呢，你是有选择权的，你可以决定你到底要不要使用那一颗叫做相信的金币。很多人呢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们会非常的害怕，因为他们担心金币用光了会怎么样，所以他们不太敢选择，不太敢相信，也不敢跳出去，结果就是怎么样？卡关。相信是启动奇迹的钥匙，不是相信外在会变好，而是相信有一个更高的意识正在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引导你。所以呢，你会发现意识要打开的第一步，就是你需要选择相信它。这个就是你第一个要付出的金币。我刚刚说了，那一颗金币的名字就叫做相信。它可以买到这个游戏的线索，但是你其实是拥有自由意志，可以选择要不要使用它。你可以使用，但你也可以完全不用。宇宙呢，是完全尊重你的意愿，但是决定权都在你的身上。但是一旦你只要使用了这一颗金币，它就会为你打开一条全新的道路。当你愿意相信，愿意授权给宇宙，愿意说一句我准备好了，宇宙我愿意看见那个真相，那一刻门才会打开，你才可以用这一颗金币买到其他的道具，比如说你的直觉、你的灵感、不可思议的巧合，或者是各式各样宇宙为你安排的天使。其实这一些东西宇宙早就已经给你了，只不过因为你没有使用那一颗叫做相信的金币，所以呢，这一些道具你是看不到它的。如果你的人生剧情一直重复，不是你的命运不好，而是你还没有制造那一些金币。在这个游戏场里面，金币你是可以自己制造的。如果你已经拿了第一颗最重要的相信金币，接下来你还有非常多的金币要拿，要制造。例如，你必须拿觉察的金币、行动的金币、频率的金币等等等等。相信的金币只是一个起手式。那这一些金币其实你都可以任意的使用，但是它必须透过你的自由意志去制造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不愿意，这一些金币通通不会出现，你也用不了。而这些你自己打造的金币，全部都在帮助你意识扩展跟打开，一直到你完全觉醒的那一天。所以呢，它是一个破关的旅程，需要你自己去解锁。如果你没有办法使用这一些金币，那你就会卡在各式各样的关卡里面，例如情关啊、钱关啊、家庭啊、职涯所以呢，听到这里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关卡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？但是有一些人呢，他就是会不停的卡在某一关，他的这个关卡其实是一直重复的。比如说他呢有钱的问题，他就会不停的在这个财务上出问题。比如说这个女生她常常会有感情的困扰，她就会卡在这个情关里面出不去，一直碰到类似的人、类似的对象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她不肯使用那些金币，所以呢就会变成了我们俗称的业力，也就是那一些重复的剧情，轮回又轮回。请记得，你无法替别人通关，只能先活出你自己的版本。最后我想要说，如果你身边的朋友跟家人还没有意识打开，他们呢还在困在这个三维世界里面，其实你们先不用急着帮他们破关，因为每一个人呢，他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游戏路线。也许他还在体验卡关这个关卡的剧情，那就是他灵魂安排好的一段必经之路。你要做的不是要当他的教练，而是活出你自己的通关版本。当他准备好了，他自然就会问你，你是怎么做到的呢？
所以今天这一集呢，我想要跟你说，如果你们相信意识就是一切的话，你愿不愿意先相信，先去使用这一枚金币呢？当你使用了这一枚金币，你的道具就会开始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。而这个相信的金币呢，完全不需要花你任何1毛钱，也不会危害你的安全，它只需要你敞开你的心胸，放下你过往对这个世界的认知，你愿意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。它需要你告诉宇宙你已经准备好了，但是你要怎么证明给宇宙看你已经准备好了呢？那就是